是我大意了，千算万算没算到你会选在这个时候去见夏金石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看来还真是逃不出你的手掌心。他怎么你了？你跟他动手了？没事儿。你回答我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真没事儿，你别着急，该跟你说的，我自然会跟你说。我是为你好，你知道你刚刚要是被御林军抓住，会是什么后果吗？摘下斜阳做我的心脏，对着天地做我的翅膀。若命运不忍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做好准备了，哪怕是要破坏涟漪，我也要冲进去救你。绝佳逢你与烽烟长啸。做噩梦了。出了这么多汗，我去帮你把蜡烛点起来。别，不必麻烦了。有了光，什么魑魅魍魉都会烟消云散的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怕你做噩梦。你不问我梦见什么了？猜得到。那些梦一点都不可怕，那里面我看不见颜色，所以我知道那一定是梦。我记得我当时是从夏青石那里出来。你大概是太累了。你从夏金石那儿一出来，就倒头睡着了。睡着了？可不是，还真是不挑地方，大街上都能睡着。当时可把他们吓坏了，但我说没事，应该是你太累了吧？就是太累了。天还没亮，你继续睡会儿，我在门口守着。你大可以安心的睡，这些蜡烛我都给你留着。不必了，我现在没事了，你也赶紧回去休息吧。随哥，谢谢你。
谁让你刺激他了？那些都是寻常治癔症的法子。他头有外伤，颅内有淤堵，一旦受到刺激或者情绪失控，就会导致他淤堵之处如洪水决堤。他之所以做噩梦，就是因为他受到了过度的刺激。你要想让他平平安安的活下去，就远离那些是是非非。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怎么，我还能害你不成？你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？是什么药，也总归不会是毒药吧？你不说清楚，我就不去。哎，昨夜起了风，我看今日乌云蔽日，担心一会儿下雨把药田给泡坏了，就想去看看。这一路上太长了，想找个人说说话而已嘛。堂堂肃杀大皇子，竟然还有种田这等闲情逸致啊！巧了，正好我也想去看看。这，你接下来如何打算啊？什么打算？既离开了夏静时，你便不再是锦绣女将，而我给你府中侍妾的身份又显得太过轻佻。你有没有想过投靠我？投靠你，有什么好处？好处？正式成为我的人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，都有我护着你，一定能安然无恙。我知道，你是想打听夏静时到底跟我说了什么。你大可以直言不讳，不必绕弯子。那日在营帐中与夏静时见面的是一个戴面具的人，夏静时叫他孟俊然，无论我如何逼问，夏静时也不肯说出他的身份。之前的平陵一战，他们的计划是将你引入城内，以数十万百姓为盾，将你的凤子营坑杀殆尽。以百姓为盾？你若当时攻破镇南关，攻入了平陵城，你会屠杀百姓吗？当然不会。那若是百姓之中混入了弓弩手，要置你于死地呢？在分不清敌人和百姓的情况下，你又会怎么做？只能都杀了。如此，你便成了屠杀平陵城数十万百姓的真凶。即便你侥幸不死，回到肃杀之后便会声名狼藉，你就成了所有人眼中的杀人狂魔。好计策！看来若非当日我中了你那一箭，我才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。也算是因祸得福吧。对了，多谢你送我的金丝软甲，护了我一命。可是你自己为何不用？我的本事用不着传。嗯？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这么狂妄，遇到你不还是吃瘪了？我可没这么想，是你这么说的。因祸得福嘛。去。这是谁家呀？是我家。倒是和我在镇南关的家挺像的，看样子你也住不惯大宅子。那是我母后的簪子。你说的
是肃杀的那位前皇后。这里是我母亲的私宅。她年轻的时候，经常领兵南征北战，每次打完仗回来不想回宫的时候，都会来到这里住上一段日子，好躲开那些约束。想不到肃杀先皇后是如此性情中人。我母亲一直向往自由洒脱的日子，要不是为了我父皇，她是绝不会将自己置身于皇城的围墙之中。那，你也在这儿住过？幼时经常随我母亲住在这儿。这里没有宫规礼制，逍遥快活。平日我母亲就带着我们在这里种种药，养养花。偶尔我父皇来了，他就带着我和夕阳去小溪里面捉捉鱼。给你抱抱。这个地方除了我们一家4口，没有人知道他曾经的模样。如今有你。谁要抓你？为何杀你？这2个问题你已经有答案了。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，我们的合作也该到此为止了。我说过，你如果想走，我绝不强留。你带我到这儿来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？是。也不是。那到底是什么？别支支吾吾的，有话直说。夏静时他不管是什么计划，他都只是针对于肃杀，针对于我，与你没有关系。你如果愿意，我可以找一处好山好水之地供你生活，你把那几个孩子也带上。你不打算让我帮你找出那个戴面具的人了？没有你，我也有办法找到他。凤随哥，今天的你倒让我觉得有些陌生了。你突然关心起我来，让我有些害怕。你是有什么目的？我能有什么目的啊？不管你有什么目的，肯定没安好心。凤随哥，从你把我抓回来那天起，我就想告诉你，尽管你占尽天时地利，看似胜券在握，但是你终究是斗不过我的。为什么？
哥，这有条好大的鱼啊！摘下斜阳做我的心脏，带着天地做我的翅膀。若命运不仁，也莫怪我轻狂。以为此生如孤帆流浪，却夹缝里与烽烟长相。仿若一他之所以琢磨，就是因为他受到了过度的刺激。你要想让他平平安安的活下去，就远离那些是是非非。幽光斩尽沙场，为了被谁安放？曾锐不可当，今却被你践踏，朝思暮想。殿下，找到寻香了，陆柯在盯着。知道了，带他醒来，送到回府，务必要小心些。是。你打算杀人的时候，想过自己的女儿吗？你是打算束手就擒，还是要让我拿了你全家上下来陪你？进去。殿下，这荀家是皇后的远亲，咱这样是不是有点太张扬了？傅玉孝是我凤随哥的人。我要让整个玉京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谁敢打他的主意，我就杀谁。都知得了。当初是锦绣的人一直暗杀一小姑娘，现在可倒好，咱们素杀也要杀她，还在殿下眼皮子底下，你说他能不管吗？殿下这么做，别人不知道为什么，咱俩还不知道吗？他就是为了告诉庄相跟庄后以及所有的人，往后谁再敢动一小姑娘，下场如同寻香一样。不知道你是真聪明还是假聪明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在祭拜你母亲，我不方便进去打扰。只能在外面等着了。等很久了。想起了一些关于孟俊然的线索，要不要跟我去看看？好啊，随我来。
这里有你说的线索？当然没有。你是故意骗我过来的？平陵城有一个子安湖，我以前心情不好，有烦心事儿的时候呢，除了去练剑，就找一条船，躺在船上，任由这船在水面上飘呀飘，飘着飘着，烦心事儿就都飘走了。你想起以前的事情了？断断续续想起不少。愣着干什么？快过来啊！今天的事我都听说了，你父皇真让人取代了你祭祖的位置。那些我根本不在乎。其实你更在意你母亲的死，对吗？你母亲是怎么离开的？你若不想说，可以不说。15年前，庄慎父女抓了几个锦绣细作，这些人居然招供说我母后也是锦绣细作。这时他的贴身宫女也站出来指证他，说他曾经私下暗会锦绣人，所有证据都指向了他。这是皇后娘娘的信。是，这确是皇后娘娘通敌的信件。后来我母后离世，那几名锦绣细作在牢中自尽，她的贴身宫女没过多久也病死了。是庄慎和庄后动的手脚。他们很谨慎，把所有证据都销毁了。可我知道，一定就是他们。你说是那便是了。虽然我现在的手伤还未彻底痊愈，但是50步之内仍然可以剑无虚发。若你需要，我可以替你取庄慎他们父女的性命来。你若现在杀了他们，我母后就无法沉冤昭雪了。那你之前说你身边的伴读、老嬷嬷等，他们都利用你的信任想要害你，这跟庄氏父女应该也脱不了干系吧？是啊，他们想要斩草除根，但我岂会如了他们的愿？我14岁时偷偷离开皇宫，隐姓埋名加入军队。那几年还真是所有人都以为我死了。以后我护着你，保证谁也不能伤你。雨纷纷，旧梦灼烧心痕，暮沉沦，念你掌心玉轮盘，黄昏，深爱。怎么了？这么看着我干嘛？还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说要护着我。之前你也是因为我才和你父皇闹掰的，我可不喜欢欠人家的。以后只要我在你府上一日，就由我来负责保护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怎么这么多人放河灯啊？公主大婚，百姓们都想沾沾皇室的喜气，所以在这儿放河灯祈福。那你有什么心愿？说出来，我可以帮你实现。愿身侧相伴之人白头偕老，此生平安喜乐。我的心愿和这上面写的一样。是什么？
对着天地反正就是对你的心愿。到底什么心愿嘛？我看看。这么小气还不给看？我的心愿就是什么？我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安喜乐，仅此而已。平安喜乐，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？是很重要。那你呢？你有什么心愿？我的心愿跟你一样。那河灯上的也是我的心愿。你是说愿你平安喜乐，仅此而已？对啊，方才你不是说了吗？平安才是最重要的。是。你没什么。风随哥，你听好了，以后再遇到什么不痛快的事情，不要一个人躲在那个阴暗的祠堂里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。途经灯上，一瞬因你一笑而语，花香四方。这2日我已经不做噩梦了，不用再摆这些鲜花了。我只是摆些花束熏熏屋子罢了。有闲钱买花熏屋子，倒不如留着改善改善你府上的伙食。每日清汤寡水的，也不像是一个大皇子。军饷紧张，只能从本皇子这儿扣了。你想吃什么？我让厨房给你做。不用麻烦，我可没有那么娇气。殿下，殿下，宫里边派人传来消息了，今日二皇子在朝前为殿下说话，差点惹怒了陛下。后来是一众老臣劝说，他才接受了压线之职。待日后城阳知晓我与他母后和祖父之间的仇怨，他又会如何想呢？别想那么多，凡事都不可能十全十美，只要问心无愧就好了。对了，我突然想起来一些关于孟俊然的线索。在坠崖之前，我曾听他说给夏静时运送了一批白银。你答应的那批军饷，什么时候才能送到？昨日10万两白银已经由荣通镖局负责押送上来，而押送这批白银的是玉京城的荣通镖局。这镖局我知道，他这镖局他什么镖都敢接，在玉京城名气还不小呢。去查一查，看看是谁通过荣通镖局给夏进时送镖。是。殿下，您看这个，我计算着时间打听了一下，一笑姑娘坠崖之前确实有人找过荣通镖局，说是押送一批货物到锦绣的平陵城，就是这女的。我根据东家的描绘找人画了这个画像，就是时间太久了，这东家只记个大概。说是这女的好像出手还挺大方的，只是不让人打探她的身份啊。说到了平陵城之后，自然有人接收货物。这女子定跟那孟